大话频道一大集，一个大学生在陌生地点独自一人停留超过20个小时，在回家与不回之间反复横跳，那一路上家人千叮咛万嘱咐，最终在离家2小时的路程离奇消失，是抑郁悲观，选择了自我了断，还是抛弃身份隐姓埋名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人呢到底是怎么没的。把时间拉回到2013年。2013年8月31日，加利福尼亚州拉古纳尼格尔市，迈克尔和凯伦夫妇昨晚睡得很晚，早上听到敲门的声音，他们才醒来。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8点，因为儿子布莱斯昨晚一直在开车，这个敲门声想必就是他已经到家了。于是急忙走向门口打开门，却发现一名警察站在门外。这对夫妇非常惊讶。那警方询问他们是否有一辆2003年的丰田汉兰达银色汽车，他们回答这辆车目前的驾驶人是自己的儿子布莱斯。警员说，早晨5点半的时候发现发生了意外，这辆车在距离2小时车程的卡斯泰克湖附近侧翻，车内有血迹，驾驶人从里面破窗离开。那这个消息让夫妇2人倍感震惊。那无论怎样拨打电话，儿子布莱斯都不再接听。他们知道这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事故，儿子的失联也并非只是因为意外，因为他此前的一系列怪异举动都时刻牵动着家人和朋友们的心。布莱斯·拉斯皮亚是迈克尔和凯伦夫妇的独生子，1994年生于伊利诺伊州。在父母的爱护之下，布莱斯度过丰富多彩的童年生活，并且在很小就展现出了出众的艺术天分。开朗的性格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2012年，他在伊利诺伊州内珀维尔中央高中毕业，选择去了加州罗克林的一个社区大学，叫塞拉学院。计划在那里学习平面设计和广告美术专业。父母也在这一年退休，此后他们全家也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定居在奥兰治县的拉古纳尼格尔市。布莱斯从父母家开车到学校需要近8小时的车程，所以在开学后就开车前往罗克林开始大学生活。和2个室友的相处中也非常愉快。布莱斯在学校认识了很多朋友，并与一名叫金斯林的金发女孩相恋，和所有人一样过着平凡而幸福的大学生活。2013年的暑假，布莱斯回到了父母家。回家之后，他和父母分享了自己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并且很享受现在的大学生活。可是谁也不会想到，2013年8月秋季开学，布莱斯返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这个家。布莱斯重新回到罗克林，新的学期开始了。到学校之后，母子2人通了电话。他说有新的教授，还有新的课程，对新学期充满期待。但是问家里一切都还好吗？母亲凯伦感觉很奇怪，因为你前2天刚离开家而已但也没有考虑太多，就告诉他一切都好。凯伦也希望他这学期能过得更精彩一些。女友金也很快感觉他最近的举止有些奇怪这让他感到担心，因为布莱斯好像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好像有什么心事，看起来让人感觉很焦躁不安。于是女友就一直追问。布莱斯坦白在服用 ADHD 药物，叫 Vyvanse， 而且不是医生开的，是让别人帮忙买的。有一些美国的学生在考试期间为了提高注意力和保证睡眠经常会服用 ADHD 但是让金无法理解的是，那这个学期才刚开始那布莱斯为什么要服用这个药物呢？那布莱斯的舍友肖恩·迪克斯说他是为了熬夜玩游戏才一直服用药物。但让他担心的是布莱斯最近经常独自一人喝烈性酒。由于布莱斯一直行为异常肖恩就问布莱斯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状况。那他也确实回答说有件事一直折磨着自己，但没有明确说发生了什么事儿。在一天，布莱斯突然把母亲送给自己的钻石耳钉和 Xbox 游戏机全都送给了室友，说自己不需要了。这让室友感到很奇怪，那就给布莱斯的母亲打了电话，说明了布莱斯的状况。那凯伦希望肖恩继续帮忙留意他的状态。布莱斯还给女友金发消息提出分手，说没有我的话，你的人生会更加美好。第2天，室友肖恩收到布莱斯的信息：我爱你兄弟，你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你拯救了我的灵魂。肖恩也回复说我也爱你你给周围人很多快乐，如果你遇到任何事情，我随时都在。8月28日晚上7点，布莱斯开车去了女友在科奇市的公寓。晚上在女友家确定结束2人关系之后，
布莱斯说要开车回家，但金觉得布莱斯情绪很激动，不适合长途开车，就把车钥匙藏了起来。他和布莱斯的母亲取得联系，说了他的状况，并拜托凯伦说服他不要再开车。那凯伦告诉布莱斯说会坐明天早上的飞机去找他，但布莱斯完全不听，非常坚持要自己开车回家，还说到家后有很多想跟母亲说的话。那母亲也改变了主意，因为已经很晚了，所以他希望儿子先回到自己的宿舍，明天天亮之后再开车回家也不迟。那他也答应了，就让女友把钥匙给了布莱斯。晚上11点半驾车离开。次日8月29日的早晨，母亲睡醒后发现凌晨1点的时候，布莱斯给他打过电话但是没有接到。他猜可能是儿子想告诉自己已经安全到达宿舍。那毕竟时间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就没有再打回去。根据后来的调查发现布莱斯凌晨的那通电话是在罗克林的一个偏僻地区打来的，距离自己的公寓还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开车去了那个地方，但是从那通电话之后就不再和家里联系。上午11点左右，布莱斯父母接到了一封语音邮件，内容是关于提供送汽油的服务他们确定这是布莱斯联系的，因为布莱斯的车子就在父亲的名下，所以母亲凯伦给布莱斯打去电话，但是没有接听，于是又打给他的室友肖恩，问有没有回到宿舍。肖恩说布莱斯一夜未归。父母一直寻找儿子的行踪发现他的信用卡有一笔20美元的支出，收款方是一家拖车公司，支付地点在一个叫巴顿维洛的小城，这个城市距离父母家只有3个小时车程。那说明他当晚离开女友公寓之后就没有回宿舍，而是径直开往父母家，并且在途中耗光了燃油，所以叫了拖车，并且支付了相关费用。可他们无论怎么打电话，布莱斯就是不接听。父母猜想儿子已经是加完油正在往回赶。他们又打给当时那家拖车公司，询问布莱斯的车辆状况以及提供了什么服务。相关职员回答，在上午9点的时候，布莱斯的车没油了，所以给送去了3加仑的汽油。而这时候的时间已经是中午12点了，如果9点加完油，按理说应该已经到家了才对。但无奈对方还是不接电话。那母亲也和对方说明了这个情况。那公司职员说他15分钟就可以抵达当时布莱斯停车的地方，说他会去确认一下状况，然后及时给这边消息。那母亲非常感谢，并等着他的电话。那职员很快就到达了相应的地点，竟然发现布莱斯的车还和3个小时前一样停在原处，根本就没有离开。他马上给凯伦打去电话，说他一切都好只是眼睛有点红，并把电话给了布莱斯，让他们之间联络。那凯伦问布莱斯在那个地方干什么，儿子回答就是在这里停着。那凯伦说让他现在马上开车回家。布莱斯答应过后挂掉电话。那所有人预计布莱斯会在下午3点半到家，可是到了下午3点半还是没有回来。那凯伦打电话问他是不是有堵车呀，可他又失联了。到了晚上6点，还是没有任何音讯，布莱斯消失在了高速公路上。那担心儿子安危的父母进行了失踪报案。那警方追踪了他的位置，马上就找到了失踪的布莱斯。他根本就没有出城，而是把车停在了一间酒店的停车场。到发现他之间的9个小时内他只移动了8公里而已。那警员马上就找到了布莱斯，跟他说父母很着急劝他马上回家。布莱斯的举止虽然没有什么特别，但脸上可以看出有了类似忧伤的神情，很不正常。而且根据报案信息得知他已经在这个陌生的城市停留超过了20个小时，这就有些不正常了。于是就检查他是否吸食了违禁品，或者是有饮酒，还对车辆进行了检查，都没有什么异常。但这孩子就是不回家，那确实让人头疼。那他已经19岁了，警察和他聊了20分钟，他说自己只想在这儿透透气，也没有什么异常举动警员也不能强制把他带走所以就在这个地方给布莱斯的母亲打电话，说布莱斯很安全，并再次让母子俩通话。那母亲和布莱斯通话的过程中为了不让他感到负担，就尽量去缓和对话的这个氛围，不断安抚说他需要回家吃饭睡觉。布莱斯再次表示马上启程回家，然后警员就离开了。那这时候之前的那个职员又联系了凯伦，询问布莱斯的状况。凯伦说布莱斯还没回家，但警察已经帮自己确认过，现在布莱斯已经在回家的途中应该是问题不大。那名职员说他一会儿回家的路上就会经过那个停车场到时候也可以再帮他确认一下布莱斯是否已经离开。
那果然，那名职员又看到了熟悉的车辆。那尽管答应了警方回家，但布莱斯依然还在那个停车场没有离开。他这次决定呢，亲自帮助布莱斯出发回家。在一番劝说之后，布莱斯开车驶上了高速公路。那职员呢就一直开车在后面跟着，直到确认布莱斯正在驶向加州的拉古纳尼格尔市。这一次应该是真的想回家了。那在后面跟了30分钟之后，职员再次联系凯伦，告知了情况，然后他就离开了。那凯伦马上给布莱斯打电话，叮嘱他一定要保持手机开机，每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一定要马上接。那两人后来又通了几次电话，让布莱斯看着路标指示牌，告诉他到了哪里啊。他只说导航显示凌晨3点25分会到家。那凌晨2点09分的时候，布莱斯给母亲打电话说实在太累了，没有办法继续开车，中途要找个地方在车里睡一觉再出发。那出于安全呢，凯伦同意了，并叮嘱他把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休息。那回到开头那一幕，2013年8月31日早上8点，门铃响了，父母马上从床上起来准备开门。那心想儿子终于回家了，但是打开房门，门口却站着警察。那卡斯泰克湖附近呢，发现了已经严重损坏的汉兰达汽车。车辆发生事故后呢，又没有接到任何报警。从山上明显的车辙痕迹来看呢，车辆像是从山坡上滚下来的。多次的翻滚之后，导致车辆损坏。里面的布莱斯也应该是受伤了。车里还发现了少量的血迹，看来并没有受伤很严重。那布莱斯敲碎了后座的玻璃逃了出来，在车里还发现了笔记本电脑、手机和钱包。那本以为他就在附近，但却始终没有找到。不知道布莱斯为什么把车开到了这个地方。后经分析，他的车是先撞到了手机信号塔，然后一路翻山，最终在另一侧陡峭的山坡上开下来，就完全没有发现踩刹车的痕迹，导致车辆出现了翻滚。在上山的路上，有监控分别在2点15分和4点30分发现了布莱斯的车辆行踪。在和母亲挂断电话后，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他2次往返在同一条路上。那警方猜测布莱斯当时呢情绪已经失控，根本就分不清路况，也不在乎那些撞击，就打算把车开到湖里自尽。但在到达湖边之前呢，车辆就因为撞击侧翻，导致无法继续前进。那消息被曝光之后，警方和数百名附近的志愿者对这个地区进行了搜索，还派出了直升机和潜水员，但也没有发现布莱斯的行踪。几天过后，2013年9月4日，有人报警山上的灌木丛发生了火灾。当火被扑灭之后，竟然在现场发现了一具被烧焦的尸体。这里距当时布莱斯失踪地点只有3公里。那后来经过确认呢，死者并不是布莱斯，而是一名黑人男子这是一宗他杀的刑事案件，警方也迅速展开了调查。那不管怎样这让布莱斯的家人紧绷的心得到了缓解。布莱斯失踪第9天，警方找来警犬，竟然闻到了布莱斯的气味。那一路从事发地点追踪到一个卡车停靠站，然后气味消失。或许他在这里搭上了便车，然后去了很远的地方，那过起了隐姓埋名的生活。但也有人把这个事件推向了刑事案件，那可能是布莱斯搭了便车，然后被卡车司机控制，或者是遭遇了杀害。当然这些也都是猜测。搜寻了不到2周时间，那警方认为布莱斯已经不在这个区域，向社会发布寻人启事之后就全面停止了搜查工作。这父母始终不认为儿子是自杀或者是已经死亡的说法，他们推测事故发生后儿子可能是脑部受伤，他想不起来自己是谁，然后就去了某个地方，还主张布莱斯失踪2周前开始服用了药物和烈酒而且遭到事故后他的精神是可能产生了异常。父母一直在寻找，也通过 Facebook 发布了寻找的消息但始终都没有人见过他。那有一些网民说，布莱斯的朋友们已经多次告诉过他父母他那段时间精神上出现了问题，也并没有引起两人的重视。而且他那么长时间停在同一个地方，他们竟然没有想过尽快赶过去帮助儿子，只是很被动的等待这点也是让很多人不理解。但布莱斯的家人们雇佣了私人侦探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直到现在已经快过9年了，布莱斯依旧不见踪影。
活不见人，也没有遗体，所以私家侦探呢也无法结案。那这时候有很多种理论来猜想布莱斯的结局。那个人感觉确实可以排除自杀的可能性因为他在最终的几个小时回家过程中曾主动给母亲打电话，实时更新自己的位置。那至少在那个时刻，他是真的想先回到家里在这之前呢，他表现的都很挣扎，和女友分手被人发现眼睛红红的，应该是哭过在情绪最低落的时候都没有去做自我了结，那也不可能费那么大的周章，长途奔袭那么远在快到家的时候才做傻事。他此前种种奇怪的表现呢，我更倾向于是药物作用据悉那种 ADHD 药物会作为处方药开给比如多动症患者用于提高注意力，但是对于正常人来说会存在副作用，存在风险，并且有戒断反应会产生那种严重的抑郁焦虑的情绪。布莱斯为了通宵游戏保持专注，那选择非正常渠道拿到这种药事实可见呢，从那时候开始他的行为和之前是完全不同。那应该就是药物作用让他变得悲观脆弱，那精神不受控制这样一路上的异常举动也都是可以解释得通。问题就在于他最后在回家的途中长时间没有睡眠是否又携带并且在路上服用了那种药物？那如果是的话，那这种类似于被酒精麻痹的感觉最终就会导致他的情绪彻底失控，以至于出现事故。那有人说他把手机和钱包扔在了车里可能表明他打算放弃原来的旧生活，开始新的生活。那实际情况那可能不是这样。那布莱斯的形象很容易辨认，如果没有合法的身份信息，也无法保证经济来源和支出如此一来，他只能靠近9年的荒野生存度日，那这很不现实。而且他很喜欢自己的生活读自己喜欢的专业，那感情很深的朋友，相爱的女友和睦的家庭是在药物作用下才产生的那些看似异常的情绪。事故发生在凌晨，受伤的布莱斯从车内逃脱，车辆的翻滚导致车里乱七八糟，他根本就找不到手机。那受伤的他要做的是去找救援，因为路上没人车辆无法行驶，只能是步行走到了那个卡车停靠站。受伤流血的缘故下一站应该是医院。出动警犬之后，发现气味突然消失，就说明他在停靠站上了陌生人的车，而这辆车把他带到了哪里，发生了什么是最关键的。悲观的想那辆车没有把他带到医院，而是生命的终点。那以上就是我的推测也欢迎留下你的看法。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吉，我谢谢你了，拜拜。